19年活力全开，这周2月24号、25号，今天是25号，礼拜天呢，在云林体育馆呢，继续送上了3场精彩的好球。第一场呢是女子组呢，由新北中线呢对战红色旋风的极速超跑。昨天极速超跑呢已经是先拔头筹了，先是3比0击败了新北中线。那很开心的继续邀请到吕俊芳老师，吕老师好。特工好，各位观众大家午安。是到了末段了就是也要为季后赛来做准备了来挑战了但有时候我想一整季大概3、4个月时间呢，也是慢慢调整了相信到这个阶段应该是比较好的时候。是，大概整个我们说所有的球队经过一开始的磨合到整个的一个这个训练的一个这个组织，其实在这个阶段就像邓工所提到的因为在整个的一个磨合过程里面呢，这个时候可以看到整个技术面各方面或者团队的运作里面呢，它会更加的成熟。裁判技术委员也应该是要这样子了。对，都也有这几年的这个经验呢。那技术委员呢以及审判委员呢也都是接下来为您介绍双方排球协会在各地都有服务的老师对都有裁判这些都其实排球协会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大家共同来筹办这个企业排球联赛了还有举光杯其他这个赛事这样。对，就是在我们整个台湾里面呢，就是说在各县市里面呢也有来机会轮流办理这样子的一个运动赛会啦。其实观众球迷很多，那就是说在不同的一个地点来办的话，来服务这些的球迷可以进场来观赛那他们也就不用跑得那么远去对，像这种高强度的一个比赛其实在地方是很难得的。好，今天这个云林体育馆呢，那么它是在斗六那么事实上云林这几年呢，这个也运动赛事也是蛮活跃的其实前不久才办过了这个全中运在云林，但明年的全运会明年全国运动会也要在云林举行114年也要在这里举行。对，就是刚刚我们也跟邓工在聊了一下它是20年前办过一次20年这样子，对，再次承办是，不是说特别大的这个县但是也许是农业县但是就是还是有活力然后大概当然包括县政府啦以及这个局署这边中央这边大力支持推动这也蛮好的。我们看在体育馆园区附近相当宽敞，然后当然云林县政府的办公厅多半在这里，然后旁边那个。我看那个斗六森林公园今天早上也是相当热闹它那个规划一些沙滩一些玩游戏的地方然后这非常热闹。是，上面还有一个很大只的碰树，对，跟我们气牌的吉祥物一样对，是气牌应该他们两个认一下亲戚是，对，可以做一个这个兄弟。对，兄弟要常常来常常去相聚这样。其实这几年呢，我们在云林的一个举办的这个企业排球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运动赛事其实云林县政府非常的支持那也非常的欢迎很多的这个运动的一个赛事能够到云林来办。那其实可以看到在目前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县市对于体育的运动的支持那跟过往都不大一样，都非常的一个这个热爱热衷。对，OK， 就是至少动起来吧对，学校也好了人们一般市民大众也都动起来好，这场比赛开始，红白大对抗左边蔡佑群持续昨天的好表现，昨天个人攻19分的这个演出。对，那其实可以看到蔡佑群的一个攻击，昨天的一个打法来讲的话呢，他的一个直线几乎是在新北中线是完全没办法来对上他这样子的一个拦网的一个这个有效的一个就是说掌控是。那所以昨天蔡佑群个人拿下了一个相当多的分数。对。会不会就是说中间呢？因为尤利亚他是拦中手，但是他的速度可能稍微慢一点所以超跑呢面对中间或其他队伍面对中间时，会想要打快一点。其实我们昨天看到的这个比赛来讲的话，这个蔡佑群他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模式其实他是往直线来打，那直线那一部分呢刚好都是会遇到这个张玉启的这个区块对。那在拦网上面来讲的话，他整个的一个拦网的一个位置站的并不是完全就是说所谓的封锁直线的一个区块所以说当然还是有缝可以进来。对，昨天看了几球了就是刚好都是从一起的这个
对他的边手，然后他的右侧，标志杆的右侧这边会控1个球左右这样，是还是被突破。那当然，昨天我们看到了一个比赛里面呢，在新北中签呢，其实在整个接发球上面也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那看看今天能不能稍微做改善哈，因为事实上昨天在整个的一个接发不到位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那尤利亚昨天他的攻击其实他是相当具有破坏性哦，但是超跑他透过了一个接发的这个发球的一个模式呢，让这个新北中签没办法有效的来接发球，其实变成说尤利亚他虽然那么高大，但昨天他整个几乎是没有太多进攻的机会，很可惜。确实他的这个攻击成绩，其实攻击方面也拿到7、8分这样哈，那篮网也有1分的表现，那也可以多用他这一点，但是先决条件就是像于老师你讲了，这个机会还敢做给尤利亚，不错哈，接发比较频快一些。对，所以我们看到的哈，他只要接球到位，尤利亚在前排的时候，他基本上来讲，他有他的一个功能。对，那昨天就是因为让他没有太多机会的一个这个展现啊，那当然这个是超跑他们的一个战术了。是，接发到位了，蔡友群，这次阿累也要尬一下尤利亚，中间阿累碰到了应该是第3球了哈，也要注意一下。阿宝没关系，铁头功可以。阿累背飞斜线攻击，阿累得分。阿累 Bronco 已经是资深的选手哦，但是只要体态保养好的话哈，那当然因为他们也是瘦高型哈，所以排球生涯还是蛮长的。新北中先4比31分领先，龚诗文太长。闪过了阿累的篮网了哦，这一次进攻里面是他有点平击的方式哦，所以整个球都飞出去了。对，还要再包一点点嘛。对他完全没有打到手掌的一个部分，他用掌根去敲这个球。OK。4比4平手，一个被举球右边给张一奇太长，哎呦，但是这部分哦也是不是不要太害怕对方的篮网？其实到目前为止啊，这张一奇他昨天的一个进攻也是出现这种现象啊。那当然，我是觉得昨天在他们跟举球的搭配上面的这种节奏哈，是新北中心有点乱掉了。OK， 所以在整个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在整个进攻上面让攻击手产生有点混乱。那看今天能不能够稍微调整一下。是，但反而现在就是中间的，反而2个中间手呢还 OK 哦哈，就是尤利亚或者阿宝哈都还蛮称职的。那现在尤利亚的攻击成功率呢是45%啊，阿宝也有40%。好嘞，卡拉用抓的，对，这个用一个高压的一个模式。其实这种球来讲的话呢，它是速度比较快的，那当然也比较好掌控啊。你要高压下来，或者是要做一个出手出界的一个动作，都可以来做。偶尔可以使一下它这种。赶快加快，而且在界内这回蔡友群的防守还 OK 哦。结果是由阿飞修正给卡拉攻击，3个人呢都要齐心协力了，团队的合作拿下了这一分。卡拉最近在赶进度了，就是他总得分呢越来越多，那现在已经爬升到第3名。阿宝的甩边的进攻，这阿宝的向心哈。球还蛮多的哈，所以篮网也要再往右边移一些。他基本上来讲的话，是说他在击球的一个时间点呢稍微放慢。那放慢的一个用意当然就是避开篮网的手啊，还要观察篮网的手。对，直线进攻哦，卡拉依旧是没问题，目前已经这一场拿下了3分。卡拉当然上个赛季他是第1年来到台湾拿下了这个得分后这样的荣幸。今年现在是。舒和呢暂时领先，那芝雅是位居第2，那卡拉现在已经爬升到第3，还有4场比赛，超跑还有4场。哦，做得漂亮。哦，煎锅饼成功哦，宜轩。再来，贝尔在左边，2个人拦网，后面也有卡巴来回波会比较多，背飞阿宝斜线攻击界内，找到了刚好是2个人空档。今天新北中先呢比较稳住了，尤其是2个篮中手。发挥的还不错。阿宝叶玉文的攻击成功率40%，是排名在第3位。叶玉文发球，原本他发球也是不错的。加压哦，哇！但是宜轩接的不错，加快一路。左边来给贝尔，
没有 touch 到，touch 到，对不起，touch 到了。当然，新北中先他们是说上个礼拜是没有比赛，然后农历年后的比赛场次还是比较少，所以昨天感觉了好像那个运动细胞还没有被唤醒。对，不过还是要去想办法了哈，就是说随时准备，对，尽快的把这每一个选手的一个能力把它调整回来。是。看了尤利亚的这个持球，不过尤利亚至少很融入新北中先了哈，就是对。其实尤利亚你可以看到，他刚开始到台湾来哈，到目前为止，其实整个就像邓公说的，都已经完全融入在这个球队里面，而且他的一个技术成熟面的，就是搭配的一个部分，就展现的更好啊，更协调。那当然就是来了以后呢，要跟这个整个球队哈，他本身就不错了，但是要跟这个团队去融合在一起，所以这需要时间，需要一点时间。对。因为毕竟有一些打法不大一样，对，所以就是在洋将来讲的话，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许比如说可以多让他们多待个2年这样哦，就总共来待2年或者3年这样是更是，那会更好啊。这整个的一个我们说所谓的磨合会更加漂亮。是，然后也注意到宜轩这次防守，宜轩的防守好球率呢是第2名，还是直线一起的拦网鱼，就是相信他的高度是有的了哈，对，他也在力求进步当中了，但是还是容易被突破。那基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说像蔡佑群呢这样子一个攻击，他是蛮火的哈，因为他事实上来讲的话，他完全是会观察到攻击手的拦网的形态，而去做一个变现的一个攻击。那我觉得说你要去猜测他的一个路线，与其不如干脆就是锁定好，因为你锁定好，如果说我这个面我锁定好，只要留一条线让他来打，就单纯化。你不要说我一直想要说他这个球他会打哪里，你想要去拦他，你就把它固定好。我就是拦网的，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概念叫封阻就好，把这个路线遮住，让他去打另外一条线。是，这样拦防的一个搭配会比较好一点。是。这球落地了哈。会不会有的设计是说，我留一条线，但是我后面呢有这个1号位那边有人来防守这样子？当然也可以啊。如果说你用这样的方式，就是说直线的让对方来攻击，我就是专责拦斜线，然后守直线，这个也是可以。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不建议这样，因为直线的一个路线是最短，直线最短，所以你要反应要快。对，那与其不如说它的一个直线，它的一个特性是在直线的，那我就拦它的特性的，对它的特性，让它打一个比较不是那么适应的一个路线。是，现在这回佑群稍微想改变一下路线了，但可能也看到了一起可能拦的比较更右边一点。对，有。那这个路线来讲的话，就是压迫逼着他就去打另外一条线，那对我们自己的一个防守也比较有利。是。哇，这次被抓了一个过往击球了哈。越网犯规，由新北中心队发球。好，宜轩的举球好球率呢也是相当的不错，这洪家瑶呢是相当接近次于洪家瑶。对，那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一开赛的时候，新北中签跟昨天完全不一样。Reception now, okay? Focus on your reception. Also our serve has to be more aggressive, okay? That's the difference now. Okay? Come on. We need to play. Come on. 超跑就是要充满活力了哈，颜色都是红的嘛。对，比快攻好嘞，在暂停之后稳一个杨一真的举球，就不能因为昨天3-0直落3了哈，就很轻松啊这样哈。其实两队的实力水准是在伯仲之间的哈。
那当然就是看谁在整个比赛的临场里面呢，能够去比较有效的发挥他的一个技战术哦。由11号张一起。到目前为止，纪录超跑有2次的发球失误。新北中宣队请求换人。 其实女生4队来讲，其实实力都蛮接近的哦。对，所以要看，真的要看临场。那也有蛮特别的，就是比如说像今年这个赛季呢，就是高雄台电呢，就是他们4场输球哦，恰巧都是在礼拜天，就变成礼拜天变成他们的黑色星期天，就是魔咒一样，就是4场输球都是在礼拜天。但其实他们礼拜天也赢了4场，是，但是4场他们刚好就输掉4场，都在礼拜天。谢晋莹上来的发球，第一个就发出了界外。其实昨天我们看到了，在超跑，他不是超跑，就是中国人签。中国人签在这个人员的替补上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昨天也用的很少哈。那在整个的一个，就像今天一样哈，他们都只有采用双换人啊，也就是说，举球员跟对。 就是维持前排三个攻击手，对，那有俗称叫2点换3点的一个模式可以再多灵活一些。对，因为昨天状况不是很好，那其实可以把人员多调整一下。哦，今天是比较快哦，就做一点调整哦。对。阿飞守住哦，卡拉斜线长攻单手差一点点，齐荣也是在防守。 次数呢最多的选手，当然也是蛮辛苦的。其实看到这2队的一个自由球员哈，是相当不错的。这个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齐荣跟宜轩2个，其实2个都相当不错。是没错。突破齐荣，赶快！齐荣的防守数也是最多的，超过了400次。当然他也已经是国手了哈，就是慢慢栽培他，要变成梦话的这个接棒人一样。 曼雅，其实曼雅昨天上来的一个这个替补啊，他也达到他的相当的一个这个水准了啊，这个也拿下了分数。今天上来以后也拿下了分数，可以大胆的用哦，该换调整的时候，破坏了接发球哦，哇！最后卡拉这个重炮攻击。其实像现在中签的一个模式，他现在把这个曼雅调到前排来去做拦网。 那曼雅的高度是够的，所以说在整体来看的话呢，直线的一个部分呢，它大概是可以比较放心一点，就是在斜线的一个防守就要特别加强一下。是。当然，在可能国际，反正排球或者各种运动都是这样，就是速度跟力量变成王道啊，就是蛮重要的哈。对。所以你说像男排来讲呢，有一个布莱恩，就影响还蛮大的。那超跑呢，有个卡拉呢。 也是影响还蛮大的哦。其实刚邓公提到了，如果说我们按照顺序来讲的话，就是说速度、力量，那其实应该我们反过来讲，现在的力量更多了哦，对，更高于这个速度。卡拉也一样的，今天火力是维持的相当的好，现在参考也已经得分了，继续的争上。他这样追赶还真的发球接发球。 卡拉的发球现在跟贝尔呢是一个第1，一个第2，2个人今天呢也是互别苗头。好，超跑在这段时间呢加速了，有点超车了。新北中线看就要暂停。可能也稍微盯一下这个接发。对，其实昨天就是在接发上面的问题。昨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我们说在公司稳昨天的一个接发球里面呢，反而是被锁定的。那以往来讲的话，其实。 在超跑他们的一个发球的对象都会对着里贝尔，那里贝尔昨天的一个接发球稳定度相当还算不错，结果反而是在公司文昨天的接发球里面比较没有那么的一个到位性哈。这个攻击手也要勇于承担的哈。对，那当然了，这个害怕去接发。我们时常讲嘛，就是说你在比赛的过程里面呢，你只要1次2次的一个接发球不到位不好，那其实这一场比赛你就是会锁定成对象。 是，对，这就是一个 touch out 哈，碰到了一个手指头，曼雅切进来，对，曼雅的一个进攻哦，这至少这个攻势上有点变化哦，对，24号黄曼雅，好，所以现在17比18，还是只有差1分的，曼雅替补上，但已经拿下了2分，稳一个，
宜轩的接发到位，快攻掩护，阿飞斜线太长，后双方再次平手，18比18，而且比赛到了慢慢接近尾段。阿飞攻击成功率38%。现在超跑不完全需要靠阿飞一个独撑大局了哈，有卡拉、蔡友群啊、哈刘双林他们都可以。他3点的一个攻击其实是蛮平均的，对，蛮平均的。卡巴救到了曼雅，贝尔进攻被宜轩守住，左边给蔡佑群转成插桥，果然是直线，这是直线，因为谢晋赢了哦，在前排了。那是非常明显的哈，就这次蔡佑群的一个攻击里面，其实他要直线的一个动作非常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身体，对他身体转过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起跳了以后，身体整个一个转过来了哈，已经转身了。廷儒也再度的上场，廷儒的拦网的表现其实也是不差的，对，也是西北中线的主力的举球人。但谢晋莹的话呢，就是算是回到家乡了哈，云林建国国中的这个选手，他们那一期有拿到过的这个国中排球联赛女子组冠军。可惜这球攻击出界，要挑战的应该是拦网触球，看有没有拦网触球。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华裔教练提出了挑战。哦，超跑的看板哈。那谢晋莹呢，就是云林建国国中的在107学年度呢拿到了国中排球联赛的这个冠军队伍。建国国中也培养不少了婉云啊，徐婉云也是，然后这个现在在凯撒青年队的也这个许芳敏啊，也是建国国中。那昨天也有很多的小学的这个排球队的同学哈，也来在现场来观摩看球。云林是北城。对，其实这几年在云林哈，他其实之前呢，云林的一个排球就在基层的部分，他推展的都不错。哦，那当然到了高中去的男生的部分也有麦寮，对，那这个也有马光啊之类的哈，国中的部分。那其实这个地方他推动的蛮不错的。是，那就有一段时间也稍微沉寂了一下。不过我们看到了，在最近哈，这个整个的一个他们排委会的努力哦，现在又要在重视整个的一个排球的一个推展。哦，是。现在就是，比如说，如果说3级的学校都能够衔接上去的话，是最为理想。对，就近这样，然后对，但也是不容易。蔡友群这次攻击，在云林呢，这个来讲的话呢，这个男生是没有问题，对，女生呢，就是女生，对，女生高中他们就要到台中啊，或者去就外联，就要外联。7号下6号高新元上。好，现在是来到了21比19。超跑还是保持领先，发一个短球，哎呦喂啊，这阿飞！对，其实昨天就是这样，超跑就是他也没有跟你特别的去说发的特别有威力，但是就是发那个短的小球啊，我觉得扰乱整个接发球，因为很清楚知道说尤利亚在前排，我就是不让你去做这样的一个进攻。目前来看到这个中签的中国人，我倒是觉得说中国人签的一个在整个的一个位置的安排，应该可以重新思考。所以重新思考就是说，他可以看到他安排的一个这个攻击手的一个位置固定啊，那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啊。那我觉得说，他可以尝试的去调整一下，比方说。在主攻手的一个部分，你可以看到今天谁的状况不错。那我就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曼雅，他今天这2天的一个进攻的一个攻击能力不错。那其实倒不如就可以给他排先发，并不是说一定放在那个地方去说我非得要等到这个所谓的一个这个2点半3点。对，那其实你要有效的或者是有这个高度的，你就先用了。可以来看看，因为你面对到的这个
这个对手，他其实他也不断的去在摸索你，或者是我们说打了这么多场球赛下来了以后，他也知道你的这些攻击手的一个特性在哪里，所以有的时候稍微调整一下，是，那或许会更好。是。好，比赛到了后段呢，基本好，现在这个时候同期放上来发球，这次接发不是太顺，守起来了，看看，哎呦，抢球一下。防守的蛮不错的，中间有快攻阿累，但是同期放手起，可能阿累吗？没有，右边给蔡友群，再垫高，余文的举球稍微高一点，这一线的长线在界内，蔡友群打点成功，蔡友群现在更活了哈。对，你看他第一个他直线被拦下来了以后，他其实他第二颗球的时候呢，他也把高度再拉高起来了。但他力量还是有控制哦。对，他的高度打点的角度才会拉高，就是变成是一个 touch out 的一个形态。是。左边，突然放个短球，效果还可以。龚诗文，再来中间要不要给阿宝？还是给龚诗文转成直线，不错。龚诗文得分，继续咬住我21-23，还没有，还有机会。新北中间。看起来还是比较信赖外围攻击手了哈，在关键时刻了哈。对，其实，在关键的时候呢，当然还是给主攻手做突破了哈。也是，对。只能修正处理了，一起先打稳，垫的都相当高，还是卡拉。果然这边超跑就是给卡拉。来到第一局的局末点。在第一局的比赛呢，卡拉个人就拿下了9分。贝尔的接发 OK， 左边给龚诗文斜线勾，接内。22-24。西北中心想办法拦下这一球，或者是起码拦到这一球。碰到手要碰到，看了，哦，有不错哦，好球，左边贝尔继续进攻，弹走贝尔的得分，大家停顿了一下，有机会哦，再拿下1分。对哦，现在23-24了，压力也稍微丢给了吉鲁超跑。贝尔是西北中线的灵魂球员，那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吹进了哈，吉鲁超跑叫出了暂停。Carla in fourth. Let's finish this set. Okay. Calm down. Come on. Everything is okay. 最后关键分可能还是可能要给卡拉来扶持，然后是有可能的。对，有可能，但是蛮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当然他也会认为说新北中签会完全注意在卡拉的一个4号位嘛哈。我在猜，搞不好卡拉他会切进来，来做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进攻。当然要先决条件就是先接发了。对。但是盯着这个接发这一环。那吉鲁超跑的教练呢，来自塞尔维亚。那教练呢，他也是说，在塞尔维亚呢，排球风气还是相当盛。那塞尔维亚的排球光女排的部分就分成5级。那第1级最高层级呢有12队。而塞尔维亚全国人口600万。有一次我们那个4大运是在塞尔维亚。那个时候去的时候就跟当地的人在聊天呢。是。在聊天的时候呢，就聊。他们就是塞尔维亚，他们就认为说他们最重视的第一个，他们大家家喻户晓的就是网球。对啊，因为 Djokovic， 对。然后呢，他们说再来就是他们的女排，哇，他们说他们女排是强。是。好，卡拉得分也使得超跑拿下了第1局。休息一下，回到云林体育馆。In the Philippines, Valentine's Day is a normal, like giving flowers, chocolate, and some gifts to the loved ones. But you can see young men, old men in the street hold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even the people they don't have money, but they will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make special the Valentine's Day. 祝大家新年快乐，红包拿来！祝大家新年快乐，龙年行大运！祝大家新年快乐，每天生龙活虎！祝大家新年快乐，潜龙中来！祝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祝大家新年快乐，天天都开心！气牌19年，一起疯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我有趣的趣事就是，我还是不断的在比赛，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就是一直飞来飞去，当空中飞人。搭飞机会水肿，就这样，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有趣的事是我们两个是同月同日生日，真的，我们两个都是6月8号。我也是认识子云之后才知道我们同月同日生日这样。我们练完球的时候，教练会叫我们去游泳池游泳，就可以玩水啊，然后消暑这样，很欢乐。那我对他撒娇好了。好。学妹要乖哦，学妹要乖，妹妹要乖啦，这样。云婷爱你哦 ，Yumi。学长，我肚子饿了，可以带我去吃饭吗？好啊，走啊。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喜欢体育赛事，就来 HaSport 频道。Ha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有就是平时上就是生活，不管球场上还是球场下都对我们蛮好的，就是刚进来会特别照顾我们，然后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球队。有，我觉得就是在球场上，然后像上次开幕战的时候，其实学姐都就是失误，她都是鼓励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有。就是学长们在场上都会鼓励我，不然就是叫我放开来打，就不会让我那么紧张。然后在场下的时候，他们会带我去玩或者是吃饭之类的，培养感情。Fire 季牌19年，火力全开，观看 HaSport， 观看 HaSport 全赛季直播，燃烧你的排球魂。I always make her feel that day is special. 王心凌的《爱你》，唱的话就等下交给博婷唱好了。我那很会唱《爱你》，爱你我不会唱哦，好不好？蛮会唱的。好，欢迎回来云林体育馆。气牌19年这一周，今天2月25号，下礼拜3月2号、3号也会在云林体育馆。急如超跑25比23拿了第一局，攻击率差不多52比48，最后是2分差了哈。那么关键球员能够站得出来，关键时候拿分，卡拉就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
那当然，我们说在排球里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么多的技术，其实最重要拿分的还是在攻击。好，那攻击它可以达到52%的一个成功率来讲的话，代表说整体性的来讲的话是算不错，而且他们的失误率今天也算是少的哈。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少的失误率，又能够去拿到这样高分那当然就可以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啊。是。稍后西米的美金龙台产，对，哦，台产哎，对，哦，台产对美金龙嘛，哈，是不是下一场？那么下一场美金龙主场的这个活动呢，也会蛮热闹的。那么云林县的大家长预计呢，也会来到了球场。好，现在第2局比赛开始是张一起的，哇，这个爆发喷走哦，出界哦，卡拉。没有包好啊，很想打他这个就是打他枪哦。当然，这球是有点开了一个修正球了，比较开。那这个球他打的是有点像平击的模式出去。尤利亚过来帮忙拦网了，还是给卡拉一点压力。卡拉在第1局就拿下了10分。哦，这就是个发球，对，提早下降。这个再慢一点下降，这个球就是一个 S 球。有时候也会想要发给中间手这样子，发很短这样子，或者其实他最重要，他还是就瞄着这个主攻手来做发球。对。哦，李怡轩还能够救球，而且修正了。怡轩手起这一球，赶快怡珍来举球给蔡佑群直线。一起是够高的，是一起其实比蔡佑群还高。可以再侵略性一点。我觉得时间点的问题啊，你看这个蔡佑群，他上来以后，他攻击的时候，因为他有点制空的一个能力哦，他上来了以后，他稍微慢一点再出手。他出手的一个过程里面，如果说一起他能够去稍微慢一点点跳，不要那么早跳，他或许时间也有关系哦。对，这排球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说时间是非常重要的啊。那这个跟着对方的做动作，你的一个制空的能力可以比他久，那当然你可以跟他同时跳，那没有问题。你还可以在空中停留等他。但你的一个制空能力不够，你跳上去他要攻击，你就掉下来了，就没有办法了。贝尔也经常被锁定了，他接发球次数是主力攻击手所有的攻击手里面，他接发了400多次。所以，其实我们就说，在排球比赛里面，2个主攻手再加上1个自由，大部分就3个人在接球。对。那当然，各队就会看了，你这接发球这3个人，一般不大会发给自由球员，因为尽量避开来。对。那就剩下2个主攻手。对。2个主攻手，他排序谁不好，那就针对那个不好的那个，这个是 OK。对，那当然还有时候是针对前排的啦，如果我就破坏你的攻击。来回拨看一下，修正给右边张一起斜线的怡轩，至少是垫高的哦。蔡佑群的修正球给阿飞换到另外一边去。好，朝新北中先看背举右边，赶快加油！稍微矮了一点在，哎呀，其实这个的一个攻击里面来讲的话，对，他是认为说判定的是没有过网项目为拦网触球，应该他判定的是在一起，是不是？他越中线嘛，对，因为刚刚看到手势没有看的，第一裁判队是举了一个4这样子4，然后很快的4的就代表说是一个是他判定的，就是说他对，他用这个拦网触球来判这个就是来挑战这个4球的这样的一个判定，对，所以这一分应该是要重打，对，他就是一个公正球了哈，对，公正球，对。目前的比分还是3比1，跳发扑下去，祁荣这次身体守住这一球。后面卡拉的防守哦，怡珍的修正球，蔡佑群攻击打点，2个人中间穿过去，哇！是这，现在佑群突然长了20公分了。就像于老师您所讲的，就是他佑群就是他看时间差，然后这个稍微慢一点，然后看对手手型这些。卡拉连续几次的跳发，目前卡拉是发球得分的第1名，那贝尔就差他1-2分而已，贝尔是第2名。
尤利亚发球，今天没有好的接发球，尤利亚出手其实并不多，接发蛮快的哦，一个快攻喷走哦，一如的得分。就领先的球队就感觉就比较顺了哈，就是没有压力，没有压力，对。虽然接发可能很短平，但是我还是可以做快攻。5-2，第2局比赛超跑还是领先。启荣接发到位，这一次一起攻击，只有一个人，杨玉珍接完差一点。不过中前的判断正确，有跟到了位置来看。真再度重返的极速超跑，在海外也征战了多年了哈，然后也跟外籍选手配合的也应该是没有问题，而且欧洲啦、南美都去靠网，出现了失误，接的比较靠网，对。柴友全接发好球率也到了43%左右，这次是他挑的进攻阿飞的攻击打平球。这次搭配里面比阿飞也稍微短了一点，对，所以出手很勉强。当然，如果要短平的话，可能他在靠近标志杆这边附近一些。对，阿飞他其实他在2号位的攻击来讲的话，他会有的时候拉长出去，有的时候会切进来中间3号位。对。那像刚刚就是接近在这个所谓的这个3号位2、3之间的一个位置，但是球是稍微低了一点。领先的队伍，当然现在发球失误呢是稍微多一些。哎呦呀，这里都是想发给攻击手啊，发短球，但是今天挂网了还蛮多的。超跑现在是7-5领先2分，加油军。上个球季他是总得分第2名。这个球应该有点出去了。修正，看了还是敢打，守得蛮好的哦，齐荣背飞。OK， 后面这边直线，对，叶玉文这球打得很漂亮哦。其实你可以看到，他看到这个5号位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的哈，所以说他的一个攻击并没有强打，他是有点半推的，是就是打成一个 touch 往后面这个球往后面来走。阿宝叶玉文攻击率40%啊，在所有攻击手，包括中间手当中呢，他是排名第3高的，就是攻击率来说。卡拉的攻击率是攻击成功率38%。但是他有破坏力，哎呦，这球没修正好，尤利亚背飞，卡拉手尤利亚，哎呦，现在超跑有点乱哦，嘿，这失误率在这一局里面就明显提升很多，提升喽，对，提高了，双方现在战成了7-7的平手。卡拉 ，What happened？ 我有时候其实洋将他们也很，就是他们国际赛看的也多了，所以就是也是很积极的哈，就是会鼓励队友啦哈，在场上，因为成绩跟他们带着走嘛哈，他们如果要申请更好的待遇的话，就是这个数据也都很重要。哎呦，有点中邪了，双方都一样啊。对，就是。现在第2局还没打到一半呢，超跑已经有3次发球失误。但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超跑他最近的一个发球里面，反正就是破坏你前面的快攻，不让你尤里来去做进攻。然后呢，这个中间他发的球是比较平哦，所以说也都会挂网。是，又没有配合好，修正而已。好，李轩这一回喷走而使得贝尔攻击的得分，贝尔。带动一下新北中线，第1局他得到4分，现在拿下了5分。贝尔一样，还在队上呢，是场上队长的角色。才有球，卡拉转成直线敢打。对，这个球刚刚好，够高啊。虽然是一个修正球，但是高度够。所以修正球原则上还是尽量高一点。对，因为攻击手他会调整。对。卡拉持续，这是在第2局他首次的攻击得分。哎呀，有。
停止在移动当中哈，最后球举起来了，被判了2次。这个是一个非常勉强。怡珍发球，怡珍的举球的好球率也是大约22%，大概。但举球好球率基本大概就是举球的成功率了，就是攻击成功率。拦网直线，阿飞拦向了一起11号的对决，阿飞也很振奋。对，这时间点抓的刚刚好。就是好久他没有看到这女孩子的这样拦网的一个这么强而有力的拦网了。就碰到铁板这样，破坏了接发球，可能蛮平的。哎呀！1、2次的被拦下来或者失误呢，选手自己要调整哈，就不要想太多。对，那其实我们说哈，就像举个例子，这棒球的投手不被打全垒打，那个是不大的，对。所以你是攻击手，你被拦那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对。所以不要去太在乎一个球或2个球。没错。超跑又是一轮的马力，还有吹油门的，现在连得4分。不过3分差了哈，那基本上可以再追上来。起码就是精神啊、士气啊，还要振起来。不过场上能够得分啊，还有获胜啊，才是最好的哈，激励士气的这个作用。当然，新北中先能够2次赢高雄台电，然后呢也曾经赢过台北金华，但是就是过不了超跑这一关。好，怡珍的发球。当然，怡珍也是非常漂亮的发球哎，一起，卡拉守住，卡拉进攻，有没有碰到？这球有没有抬举？有判了，有他跳了，对。卡拉的进攻持续的得分呢，也这样还是有点机会。他加联盟这场还有4场比赛，苏和呢只剩下3场的比赛。贝尔斜线的进攻没有拦好，贝尔能够顺利得分。有时候做到很边线也是适合的哈。但是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它的角度有限。你做到边线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哈，它就是说直线的一个部分，它会比较容易去碰到标杆，但是只剩斜线。斜线对。所以对方可以设定。所以一般来讲的话，这球的一个这个位置呢，在标杆内是会刚好在标杆的那个地方是最好的。对。怡轩单手救起左边阿飞4号位不好打，面对尤利亚。这手腕又没包到，整个打平出去了，一个高射炮。也是想要打这个尤利亚的手指头，然后看能不能摸到。好，最起码现在西北中先11比13，然后只差2分。第2局追进当中，贝尔贴网过来发的蛮不错的哦。破坏了接发球是呛死。尤利亚抓上来，卡拉注意到，补得好。再给尤利亚1次，怡轩手起，2次喽。新北中先修正到左边给龚诗文。哎呀，其实呀，但尤利亚离得远了一点点，转成直线。怡珍还是手起，但是超跑没有办法制造防守反攻。这球是太长出界，超跑的得分。可惜，其实可以看到新北中间给张一起的球是不是太靠网？还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张一起他启动慢，他的起跳点跟他的击球点是有点距离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张一起，他每一次在攻击的时候都有点像往前扑，就是扑的那个动作，所以他也不好打。一起这回好 ，OK， 稍微修正了一下哈，所以但是廷儒可能也会绝对会跟他磨合了哈。还有就是是不是一起自己的动作要调整？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有几个关键点是到底是球给他的不够高呢，还是说他自己启动慢？
这个可能就是要去稍微去沟通一下。比如说一起，他觉得说我这个来不及都来不及，那大概就是要跟他们讲说球给我高一点，是因为像他高度够，他这个整个起跳是完整的，他的一个突破能力就不错。阿飞突然来了一个奶油桂花手，那个的吊球的动作做的，这个蛮这个具有掩护性的，对，戏剧效果十足，对。逼快攻，啊，后面没人，这球没有阿累没有抓回去，阿宝的得分，继续中线还是保持在2分差，13比15，一起发的还 OK 哦，蔡友群接发好球，自己做进攻，只有一个人。阿累在中间会吸引那个阿宝过来，一个很好的掩护者，对。因为阿累攻击率50%，是所有选手攻击率最高的。接发龚世文被破坏了。哎呦！但是界内拦到了哦，球场里面来。不，开网球还是要尽力去拦的哦。对，他基本上来讲的话，当然开网球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就不要拦。但你既然要拦的话，你动作就是要做完整哈，而且时间要抓得很准，因为开网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它的时间要稍微慢一点。蔡友群用抓的，至少丁儒是拦下了这一球，后排进攻在可能突破，祁荣守住中间，阿宝太长没有 touch 到，哦有 touch， 好，阿宝今天发挥的还不错，参考现在得到了7分。中间再追住，精彩发球啊！对 ，OK， 这次发球非常的漂亮啊，发的很平啊。前一次的发球是挂网，对，龚世文。龚世文曾经在对台北精华的比赛呢得到25分。后面的防守 OK， 跳起来举球交到左边，突破攻击 OK， 贝尔中线再次的追进，而且逼出了极速超跑叫出了战绩，只有1分差，17比16，超跑只领先1分，17比15，对不起，Still we have 17-16. Okay, they have to play also. They take really they take risk on the serve. So we have to be focused only on the receive first. Okay, please. Come on. 17比16。We must finish this set. Don't wait for them. 最近连续的得分，使得新北中线呢继续咬住。那新北中线。在最近的这几分呢，主要还是靠对手的失误。1分差，龚世文继续的发球，卡拉接发球，他的接发好球率排在攻击手当中是第2位，仅次于兹雅。左边给蔡佑群，贝尔守起哦，新北中线要反扑了，贝尔突破攻击得分。可能是朝1高1矮中间来突破了哈，对，非常的顺畅啊。他自己接了以后呢，自己再来走位哈，那种的一个企图心更高哈。那当然在击球的一个部分，他有力量啊，在整个的一个这个进攻的一部分，他并没有往下来扣啊，所以这个挤压过去的一个这个比例就高了。是。龚世文这一轮呢发了几球，也帮助呢现在新北中线。跟超跑呢一度是追成平手，这个发球失误，超跑只领先1分。贝尔到目前为止也拿下了8分，可能是界外。蔡友群手起，左边给卡拉跃起拦网出界，还好卡拉头躲掉了这球。就拉高点，这一样他很清楚的知道说，我往你手上来打，一样可以制造一个拿手出界。卡拉得分也来到13分。
新美中心的呛死啊！看看贝菲左边给，这一个是进来早了，第二个是这个举球也开了。目前比分来到20-17，由极速超跑队领先3分。一般攻击手不是很高大的攻击手，还是有时候也想打快这样哦，争取时间。要劈到一个铁板。好嘞，在上个球季他就是拦网的第1名，拦网后，但是他今年这个排到第5组，第4、第5这样。但他今年攻击方面的火力是还不错。这次转成直线呢，但是还是被拦了下来。杨英珍举球，卡拉进攻，他喷走，最后卡拉得分。对卡拉这一点呢，这个各队都一样了，就对手啊都很头痛。卡拉自己拦到，还好有卡瓦。第一次被拦到他想要转一个直线，结果是放慢，被人弄赢。不过到了关键时刻呢，中线没有坚持住了，就没有继续盯住。追到了17平就停了下来。对，等于超跑最近又是加祖马连得6分，霸包，好，也没有挂网了这球。对，超跑这个中间也已经完全没有暂停可以用了。那当然就看要不要，其实挑战这个还是用挑战也是可以去用一个模式了。另外一个就是换人的战术也可以来用，因为其实他换人都还没有用到。是这局都没有用到，对。这局贝尔跟叶玉文2个人攻击是还不错的，但是其他人火力呢显得又有点不足。对，因为就像邓工提到的，这个如果你没暂停，反正我就随便抓一个来挑战嘛，缓一下这个破坏一下节奏，要不然就换个人嘛。有时候球员落后以后会头昏脑胀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比方说你可以看几个状况，一个拦网点不够高，我换一个高个子上去拦网点。攻击的不好突破，换攻击也可以。是在第2局比赛呢，又是超跑呢，在最后关头呢是拉出了一波算是8-1的攻势，而拿下了第2局。目前2-0领先新美中心。休息一下，回到云林体育馆。In the Philippines, Valentine's Day is a normal, like giving flowers, chocolate, and some gifts to the loved ones. But you can see young men, old men in the street hold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even the people they don't have money, but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make special the Valentine's Day. 新的一年，祝大家龙年发财，好运滚滚来！新的一年，祝大家龙年行大运，耶！新的一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隆中来！2024年，祝大家鱼跃龙门，新年快乐！看体育就来 Hot Sport，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Fire 火力全开 ，Fire 火力全开。观看 Hot Sport， 观看 Hot Sport， 气排19，全赛季直播，激荡你的排球魂。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祝有女朋友的或老婆的赶紧带他们去吃大餐吧！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祝大家情人节快乐！那有情人的可以每天都甜甜蜜蜜。那还没有找到另外一半的，可以早日脱单。Happy Valentine's Day! Maligayang kaarawan ng mga puso. 7月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排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
祝大家荣瑞盈门，好运滚滚来！祝大家龙年贺岁，大吉大利，全家龙平安！气牌19年，一起丰社群。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我丢到了！1、2、3。哎，真的好。好，我跟你讲，我没有输哦，还要生气。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看体育就来 HeartSport，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Fire 火力全开 ，Fire 火力全开，观看 HeartSport， 观看 HeartSport 气牌19，全赛季直播，激荡你的排球魂。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好年轻哦！好，那我来问，你有打排球吗？那我问一个比较难的哦，请问一下，当排球场上后排的球员不小心在攻击的时候踩到，欢迎回来云林体育馆，气排2月25号的赛程，吉如超跑线2比0领先西北中先。攻击率在第2局就有明显的落差，西北中先士气啊，或者跟人一起没什么发挥了。贝尔其实还算正常，那尤利亚几乎没有球可以打。是，你可以看到他从前面的第一局的48降到了27哦，然后你看他失误也提升了有7次哈。那当然超跑可以看到了，虽然他的攻击的得分没有像第一局那么高，但他失误率还是减少哦。那当然我们看到这几点来讲的话，其实应该严格来讲的话。这个还是在于说攻击的一个部分当然，在发球的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了这个西北中签有4次的一个发球失误当然，这4次都是很明显的在加压。那其实双方来讲的话，在第2局一开始的时候，失误率都是蛮高的哦。那当然，稳定度的一个部分，我觉得还在提升一下。在这个平常训练当然接发了都很应该是蛮多量的就是。其实，在现在的训练里面来讲的话，发球跟接发球的一个这个模式，其实都比以往都更加的重视所以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发球啦、接发球的一个部分像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这发球跟接发球，这是点缀的，所以就收操的那个时候去做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对，所以那个没有那么重视。但是现在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在排球的一个这个比赛的关键点，发球是一个主控的，你这一开始可以去控制的第二个接发球是影响到你战术的，所以在后来的一个排球的一个部分呢，其实这2点。都是非常的重要，而且都是各队里面会花一些时间去做训练。当然，这2个训练它是最枯燥的了。对，所以说在训练的效果跟他们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可能选手就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说就持续性就会比较强一点。那当然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这
如果说要选择走排球这条路的话，可能真的要是愿意练，然后愿意吃苦吧，哈。对，因为现在排球来讲的话，必须每一个选手哈，我倒是觉得说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叫全能的一个人物哈。因为当然我们排球里面它有专项嘛，所以专项的位置，分项这个位置里面，你不要说我只会打这个的位置，那你专项这个位置下去的时候，那大概就是说你又被定型，那可能你就没办法去发展其他的。所以很多的选手他比较不能够去接受，所以不能接受说，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我打4号位的攻击手，你把我调到2号位去打这个副位的一个地方或者举队的一个地方，哎，他可能就觉得我不喜欢啊，或者是相对来讲2号他不想去打这4号位，那甚至于说你再把它调整说比如说我是攻击手，我今天把你调整去打这个快攻，可能他也就是说这个不是我的专项。那我觉得一个运动员来讲的话呢，你应该是要能够去多去练习。那你能够具备不同的一个能力的时候，对你自己绝对是一个有很大的一个好处啊。尤其遇到的这个球队里面遇到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你比别人的机会更大。哇！现在打顺起来以后，蔡友群就随手一拨，连突破都出现了，举球动作都出现了。所以我们昨天也开玩笑在讲啊，这个要有运气哈。那运气之前，你先有技术哈，你有技术就有运气。对，有1号的贝尔。就是对啊，你练多少，大概就会呈现出来多少啊。其实那都是一种熟练度了。那当然，你产生的一些技术上面的偏差的时候呢，其实它影响不会太大。是。贝尔是这场算是较稳定的一位啊。这边的快攻，阿赖的攻击率50%，阿赖对上的 Yulia， 这用角度啦，还有速度来取胜。对，其实双方来讲的话，其实你可以看到。在以这个超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他就是要把阿累就是刻意的就去对上这尤里亚。对，你可以看到他就是在轮转的一个位置里面会稍微做一个发球接发球的一个时候做一个调整啊，就是要去对上这个尤里亚，能够最少在前排的3人里面，我要对上你2人这个位置。是。好，这2轮呢，现在都是由阿累的取胜，所以华语教练再次叫出暂停。超跑啦啦队都很开心了，哇！这个辣妈，这只是语文的有点像，但不知道，对，有点像，你就说对。好，反正超跑现在领先了哈，所以啦啦队也跟着嗨起来了。嗨的，对。那其实有的时候来看球呢，就是要嗨一点，因为本身来讲的话，就是观众就是来看球的一种享受嘛。等一下，云林美金龙的主场周的这个活动呢也会展开，也欢迎云林朋友们就近来到云林体育馆。暂停之后，龚诗文转直线有啊，好。超跑今年的防守是有进步的，这个赛季他们团队的防守好球率呢是排名第2。可以看到他瞬间的一个启动的这一个稍微就是慢了一点，快。就是说，在跟以往来讲的话是快。那刚刚像这一球是卡拉跟这个阿飞了哈，那阿飞是一个往后退的，那其实卡拉他是有看到的，当然他就想说先看阿飞的防守的一个他比较近嘛。好嘞，资深的选手但是绝对自我要求了还能够到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在场上来拼战。阿累大包。尤里亚下来了以后呢，就是阿累的天下，是也是。全台各地那个小笼包都蛮有名的，蒸饺都很好吃。后面有蔡友群，卡拉加快先垫步，这回能够守起卡拉，看看清北中线右边给张一起敢打，防守蛮不错，逼快攻阿累。再给右边一起吊球，伸了个怪手，新北拿下这1分。对，我才在说，因为其实你对上了这个超跑，你可以看到超跑的防守的一个形态里面，它是放大防守圈，就是几乎就是说，当然我的直线斜线有顾住，那我对角的时候就是准备你的 touch out 的一个部分。那像刚刚一起的这个吊球，其实我倒觉得真的可以多用啊。是。
观察一下对方的一个防守的形态哈，有的时候去打乱他们的一个模式里面呢，其实是让对方在整个防守上面哈，就是说要看是要前要退啊，这个有点让他制造成混乱的一个模式，你就会更好打。是。可能还是决定守住了，跳起来举球换成左手，嘿，左手让他龚诗文 ，OK， 杀牌，反正怎么打都要打过去嘛。刚好从这个怡珍跟这个我们说一如的两个人的中间呢穿越过去，力量就没有那么强哦，对，没办法借力的。一如意生气了，对，马上要回来。不过刚刚看到了这个贝尔，他的位置也抓得很准啊，只是手再侵略过去一点的，可能就比较好拦下来。对，贝尔接发，对，很明显的就是要破坏这个贝尔的一个攻击了。卡拉开网，还有卡拉攻击了得分，卡拉参考了，现在拿下了16分，继续赶进度。当然总得分的话呢，也跟局数有关了。如果打到5局的话，你总得分可能就会再累积上去哈。对，因为你起码抢到一个积分了哈。对，积分的一个部分你也是累积的。也是哈，也是积分也是蛮重要。阿飞斜线呢，做他这转成直线的。他那个几乎没什么角度哦，但是他还是打一个弹跳。对，但是你可以看到，最主要是说你贝尔的一个弹跳能力没有办法说，当然他不是说他不好，而是他的身材他高度这么高，手侵略不完全没有过去，所以阿飞打的这个球是挤压出去的。超跑又是一波3比0以及最近4比1的攻势。超跑大乐队在现场接发阿宝的进攻，结果蔡友群单手救起，这边也能够守住哦。龚诗文左边贝尔过来，1对2，卡巴垫高，并不好打。也许是个机会，一入逼快攻吊球其实可以看到一路出手是很快的，他上来的球以后，因为他强击球来讲的话呢，他不多，他上来就是拨，扰乱你整个的防守的补位。是，真的发短球，对，就是要破坏这个贝尔的一个进攻啊。煎锅饼有哦，重扣其中守起来至少劈腿的防守，后排敢打哦，龚诗文还是被守起，左边卡拉。注意！哎呦，漂亮的一个拦网哦，能够拦下卡拉的球。好，西北中线的继续的加油。5号叶宇文发球。阿宝拦网数呢也能够排名在前10名。同时他攻击率到40%，排名第3。逼快一如用波的电救到，刚刚一起奋力的救球，用吊的现在双方都朝着空档来吊球，发生了一些效果。所以就是您刚刚讲的了，就是对，也看到超跑浪的布阵啊，这些做一些调整啊，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打法了。对，那其实刚刚可以看到这个怡珍，他就以为他守一个这个强击球，忽然间看到一个这个吊球，其实他重心已经偏掉了，所以也没跑去救。是。好，西米过来也帮忙这个贝尔来加持。哎呀，闪太多出界，好可惜。尤利亚攻击率有到44%，45%。第3局比赛，超跑还是保持稳定领先。卡拉今天得到了16分。
当然，他平均每局的得分呢，也有可能突破这个4分大关。现在只有舒和的平均每局得分超过4分。贝尔吊球，也蛮聪明的。哎呀，阿飞并没有 touch 到是碰到网子，结果出界。14比7，超跑领先。红色旋风，超跑现在第一步呢是挑战例行赛第1名。单手救起守住，还有阿飞，再来一次，还被拦下来。好，尤利亚连着2次的拦网，阿飞太长，左右开弓啊，一边一个。对，龚诗文也加力，阿飞斜线转成了直线扑下去，祁隆救到这一球。再一次，来回波相当多，换到真的是左右开弓。尤利亚拦回来，用脚也攻不到，用脚是可以的。其实这一次超跑的一个进攻，我觉得少了一点卡拉在后排，为什么不举一个后排来进攻，稍微调整一下呢？因为其实可以看到，在修正球的过程里面呢。中间的一个中间拦网手尤利亚，他已经是准备了在说你的场对，而且两边站在那个地方其实后排应该会有它的效果出现。尤利亚这次没有过来，那短平快的球阿飞其实绝对就是斜线的进攻。阿飞也持续稳定的表现，这场也已经得到了9分。阿飞也曾经是。有过气排17年的得分后，一路发球，贝尔接发到位，左边给张一起1对1，后面是卡拉上手，可以，巴西足球来到台湾，背举右边抓回来，哎呦4级球了。这卡拉的那个防守漂亮，这个球，这个刚刚邓公有在讲，他有听到。巴西最风行的当然是足球了，是。那第2的话就是排球。对，他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大家都有一个梦想啊。对，没错，就要当梅西第2是吧？短平快接发，尤利亚界内攻击得分。好，尤利亚这一局其实发挥的还不错拦网也很积极。给他的球并不多，但他能够把握住，持续的、慢慢的跟这些矮他一个头的这些选手配合的越来越好。贝尔发球得分第2名，仅次于卡拉。发给卡拉接发 OK， 甩边慢一点点，这次被廷儒守起来一起后面过来的球变高，阿雷掩护踩过去1对1，起码拦到整个分数越拉越开了。是。极速超跑队请求替补7号。当然，接下来呢，各个选手，尤其大专队呢，又有这个大专排球联赛的这个第2阶段的复赛所以就是明天就要开始，明天就要开，女生队是明天就开，男生是已经都开始，明天开始，明天开始，好，明天开始 ，OK。我们今天在这个云林嘛，那明天他们是要到彰化，还不算太远，是隔壁而已。对，但是都将会加起来，这样差不多10天左右就都在比赛，都在中部。过往脊椎接发蛮不错的中间这里心脏地带也要有人注意，卡马也放个短球，靠网，这时候超跑换了一些替补球员上来，这分数已经越来越大了对，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在新北中签里面的除了加餐林我觉得他人员的一个调动还是不足因为后面还有很多的一些好手在后面呢。是。对，那照说，如果要为这个大专联赛备战的话呢，也还是，我想体力应该不是问题了就是上去手感这些保持住就是了。
当然杨绛是不能够参加大专联赛，是因为最主要不是说不能参加，而是他没有没有学籍籍的，没有学籍。对，如果有学籍还是可以的，可以的，还是可以。好，18比10，技术超跑还是保持稳定的领先。Yulia 其实第3局作战还是非常的认真，哦，发的不错。蔡友群，对不起，是高新元左边攻击突破，好像大家都很顺这样哦。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说只有领先队伍啊，我觉得我领先了，我开始来练兵了就调整了。其实我们说你在落后的时候，你要看一下我们调整，说不定因为你调整了一个，哎，就这个结就过了，对，没错，对，有时候就解开了，很难讲。团队运动就是这样，那个结到底是在哪里，对，或在谁的身上这样。蔡友群 ace， 接发可以，张一起攻击斜线。看起来就是恩崇教练也是特别盯一起了，他看起来要磨张一起的味道这样。不是，我觉得在这个的部分来看，你看到哈，在从昨天到现在来讲啊，新北中签他的一个模式里面呢，他都是在第1局跟第3局的时候，他会用这个双换人，其实中间的时候就没有在做。第2局就很少换。对，所以这个就变成是一种惯性，他就是教练他的调度的惯性，他到这个时候他会想起来这个样子的一个技战术。那其实里面还有很多的一些人员，像刚刚我们可以看到，在第2局的时候，第1局的时候，童其芳他也有下去，其实表现的也很好，是，尤其在防守啦各方面的。那我觉得，虽然个子是矮了一点啊，但是他的一个攻击的一个突破能力也算不错。其实我觉得可以去调整一下啦，我就觉得说还是多用兵了哈，那就让大家有机会去调整看看。是。卡拉攻击，齐荣手起，两个人撞在一起了，对，所以也干扰了曼雅的这个修正举球。不，再因为这个是声音的问题，声音没有喊一下哈。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谢静莹她是冲过来，但是没有声音哦。那曼雅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去看到这个谢静莹她往这个地方过来。对，确实要喊一下，喊一下。对，那其实那个球是可以不用失误的。是手指头的那个。好吧。当然，有的时候调整一下这个举球了哈，那也可以改变一下那种举球的那种球风了哈，就是速度啦，或者是各方面的一个特性，是啊，可以调整一下。哇，这个球发得很平了，是西快背飞，拦到哦，左边给贝尔，想要转成直线，也被高兴远能够拦到，卡拉斜线，差一点点。卡拉持续的发挥，现在得到了17分。一般这种3米线呢，这么斜的球啊，很难守，然后也很难拦。当然，他的刚那个是属于一个 touch 的一个现象，然后后面不会，他就是会有一些不规则的。对，也是的。说的比较靠网。弯下腰去，最后蔡友群守住，再一次，曼雅再一次啊，有了！曼雅也是有经验，也是多年的气排的资深选手了。对，那我倒是觉得说，其实像今天的一个状况里面，他应该可以，起码他的身高够。那在这个的一个使用，他应该可以早一点了。我觉得或许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这种所谓的一个结果。是。然后这是一个凹赛，要挑战吗？没有挑战。出界由新北中间队领下1分。这个预期的失误。
发短球，还没有出现赛莫蒂，这一球出界哦，好，连续的失误，连续几个失误，慢慢的分数拉上来了。对，也连续拿下了有3分哦，是12分，这个12分23吧，对，还是16分呢，16-23对，对，现在16-23，接发。卡拉最后前面2局都是他拿最后的局末点了，靠网。其实前面因为曼雅在前面的也有他的高度了，所以说也影响到他的对啊，撇出了界外。是，好，来到了赛末点，4-16。当然，吉鲁超跑今天如果获胜的话，他们将可以在胜场数呢追平高雄台电，那并列胜场数呢是最多，但他们败场数呢比高雄台电少1场，他们只有3败，高雄台电有4败。右边曼雅为时有点晚了，真的太慢了，对，早就应该去换了，因为整个的调整其实不差的呀，对，所以我就说，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了，因为反正就是状况大家都不是很好的时候，你要试试看说今天到底谁是特别的好。是后排要举高一点的，没有注意。对，蔡佑群最后一击出界没有 touch 到还没有结束，可能还超跑好吧，那可能最后1分还是要给卡拉吧。另外这边先挑战一下，缓和一下，这1分苦拿不下来。挑战项目是拦网触球，刚刚蔡佑群的攻击。好，暂停时间就是球迷时间哦。中间的球迷也是为选手们加油。没有。其实这场如果超跑获胜的话，其实就会窜上来是在女生组。应该是第1名，对第一名，因为胜率的话，他们是超过了高雄台电，但胜场跟高雄台电是一样，但是也没有，他胜场数是一样的，对，那一样的时候他的积分没有那么高，对，还是第2，还是第2，他的积分还是第2，对，还是第2。贝尔先处理好这球，然后被飞的是怡如，用点的垫高还是有哦，后排，对。再来看最后一集，蔡佑群的攻击转成直线出界哦，还有 touch 到是一个 touch， 有没有要挑战？没了。好，这样是由超跑呢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第3局是25-18，那直落3，现在吉鲁超跑的胜场数呢已经追平了高雄台电，目前是位居在第2位。我们休息一下，进行赛后记者会。看体育就来 HeartSport，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Fire 火力全开 ，Fire 火力全开。观看 HeartSport， 观看 HeartSport， 气排19，全赛季直播，激荡你的排球魂。I always make you feel that day is special。王心凌的《爱你》，唱的话就等下交给博婷唱好了。我那很会唱《爱你》，爱你我不会唱哦，好不好？蛮会唱的。In the Philippines, Valentine's Day is a normal, like giving flowers, chocolate, and some gifts to the loved ones. But you can see young men, old men in the street holding a bouquet of flowers, and even the people they don't have money, but they will find a way to make special the Valentine's Day. 祝大家荣瑞盈门，好运滚滚来！祝大家龙年贺岁，大吉大利，全家龙平安！加入气牌会员，掌握气牌一手资讯，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气牌大小事一网打尽，立即成为气牌会员，立即成为气牌会员，享尽气牌福利，耶！享尽气牌福利。气牌19年，一起风社群，
进入气牌官网，完成会员注册及以下步骤，即可获得脸书、IG 专属滤镜哦。让我们一起燃烧排球魂！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企业19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全新阵容，全新挑战。10月14日起 ，Fire 火力全开，加入气牌会员，享受更多活动资讯。赛季直播，一起见证巅峰对决。真的好，好，我跟你讲，我没有输哦，还要生气。I always make you feel that day is special. 王心凌的《爱你》唱的话，就等下交给博婷唱好了。我那很会唱《爱你》，爱你我不会唱哦，好不好？蛮会唱的。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eartSport 频道。Heart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想要参加抽奖吗？想要知道更多气牌资讯吗？现在进入气牌官网，点选右上角立即加入会员，勾选我已经阅读，立即加入，输入手机发送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填写会员资料，就可以完成加入会员喽！加入气牌会员，更多好康等着您。看体育就来 HeartSport， 启发你的运动因子。Fire 火力全开 ，Fire 火力全开，观看 HeartSport， 观看 HeartSport 气牌19全赛季直播，激荡你的排球魂。喜欢运动赛事就来 HeartSport 频道。HeartSport 频道，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启发你的运动因子。Okay, congratulations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Well, Coach, two wins in a row and 2-3-0. Your team is on the top, or how can you do that?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a great weekend for us to beat 2 times 3-0. Very good team, CMFC. It's really amazing. We played both games. We played on the really good level. Maybe yesterday a little bit better than today, but today also really good. I'm very satisfied. That's the best birthday gift which I can get. So thank you girls, yeah, for that. So we have, of course, we have chance to make something. Next weekend it's deciding, I think. We play against the Thai Powers, so we have to prepare for that, and we will. First to rest good, and then to prepare for that game. Okay, so step by step, and then step by step. Game by so game. Regular season. We are on good direction, so we have to keep it like this. Okay. Okay, thank you. Oh yeah, Alec. Alec, well, we're glad to have you join us. And how can you
keep fit? How can you keep fit? Well, even though you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Yes, a secret. Yeah. You do a lot of weightlifting? Or Yes, every day. Every day? Yes. You go to the gym? Every day we go to the power, yes. Yes. Practice every day, so. Yes, we practice every day. But sometimes weightlifting will hurt you. Yes, but we have 5 months like this, you know. Yeah, the body is like normal for us. This is your second season Yes, in Taiwan, and how about what's your impression on TV on Taiwan's volleyball? Maybe they are fast. They are back and forth. How can you adjust to the style? No, this is my second year here, and I feel really good. Really, last year, the team is more different than this year. We have new players, but I feel good. Really, this league and last league, I feel same, and I come here this year for a championship. This is my focus now. Okay. You have played in 2008 Beijing Olympics. Yes. Say something about. I don't see you. How is my age now? No, this is I think not for me. Maybe for all players, it's like the best experience, you know. And yes, when I play, I have only 18 years old, but it's really good experience. For me, it's the best. Right. A lot of memory. Yes. Too much Okay. memory. All right. Okay. Thank you. Thanks. 谢谢。 Alex。好，一真现在跟外国选手配合，就是好像得心应手啊，没什么问题。对啊，因为我觉得还是在去旅外还是有差异啊，就是对于，因为毕竟我上一届在南美洲嘛，然后他们两个也都是南美洲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在搭配的适应上，我相对的比较快一点。是你身体怎么样？还好吗？我觉得有好一点的，因为之前有做了3次的治疗，那在膝盖的伤势，目前的状况来说，比前阵子好很多。对。OK， 好，谢谢。对，谢谢。 Congratulations again, very good. OK, thank you, thanks. 好，请于老师做赛后讲评。好，我们非常恭喜极速超跑在连续的2天对上了中国人谦，也都顺利的以3比0拿下了2场的胜利哦。那当然，现在的一个排名，有关的胜负场现在是目前跟台电的是一样来到的这一个14胜的一个部分哦。但是在积分上面来讲的话呢，还是跟台电还是有一些落差，所以目前呢还是落在这个整个大会的一个排行的部分呢是在第2。那当然，我们刚刚听到了阿累，他特别提到了，其实他来的就是为冠军而来的，所以这个可以看到，就是说他整个的一个企图心是非常强的哈。那当然，以超跑他最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其实也都是蛮有他的一个实力跟水准的。那我们也希望阿累来了以后能梦想成真的哈。没错。当然，各队的实力都很坚强。那当然就是想要达成到这个梦想的时候呢，还要是一番的努力了。没错，是一步一步来了哈。对。那怡珍也是说呢，他从来没有赢过7连的这个总冠军呢，所以这个赛季对极速超跑来说呢，是也许吧哈，就是美梦成真的一个赛季了哈。有这样的一个企图机会哈，那还是需要靠大家努力。是，大家加油。是好，那稍后云林美金龙的主题周的活动呢就要登场了哈，所以大家我们休息一下呢，喝口水呢，别走开，马上就会回来。那今天也谢谢于轩芳老师精彩的解说。那极速超跑呢是获得第14胜，跟高雄台电并列最多胜的积分排名是第2位。谢谢您的收看，谢谢于老师，谢谢邓工，下次比赛再会，拜拜。